几千年前我们吃你的肉，现在我们吃你的数据。你以为是你解开了封印，不，是我们一直在等你。辉仔，你在干嘛？你的脊椎是不是需要我帮你瞧一下？我看它好像快断了。哎呦，你不懂，这是现在最红的魅惑术，叫做 X 型身体。据说只要练成这个，加上眼神给出去，就能掌控全人类的心智。我是为了科学研究才牺牲色相的。哼，掌控心智，就凭这种低级的肢体扭曲，人类的退化真是让我惊讶。不过你说的魅惑倒是有点意思。当然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2022年，日本那块镇压九尾狐的杀生石裂开了，这可是大新闻。紧接着，中国出现了性商教主周元，然后全球 AI 女友大爆发，这时间点太巧合了。哼，看来那只老狐狸终于睡醒了。不过，你把魅惑想得太简单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姿势问题，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狩猎游戏。既然封印都解除了，我就带你看看猎物到底是怎么死在温柔乡里的。啊！首先，把你们脑子里那些色情的废料清空。最早的九尾狐根本不是害人的妖精，在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里记载，青丘之山有兽焉，其状如狐而九尾，其音如婴儿，能食人，食者不蛊。意思是说，它叫声像婴儿，虽然会吃人，但如果你吃了它的肉，就可以百毒不侵，不受妖邪迷惑。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，九尾狐甚至变成了祥瑞。大禹看到九尾百狐，才决定娶涂山氏为妻。这时候的狐狸可是象征多子多孙、国家昌盛的高级神兽，是有编制的公务员。哇，原来是吉祥物。那后来怎么歪得这么厉害，从公务员变成通缉犯？因为人性，当人类开始把王朝的衰败怪罪给女人的时候，狐狸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。这就要讲到那位魅惑界的祖师奶奶苏妲己。在《封神演义》里，九尾狐附身在苏护的女儿妲己身上，她做的事情可不只是抛媚眼这么简单，他把魅惑提升到了行为艺术的层次。听着，他设计了酒池肉林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鳞，让男女裸体追逐其中。这不是单纯的淫乱，这是在打破人类的羞耻心边界。更可怕的是炮烙，他让人把铜柱烧得通红，强迫犯人在上面行走或拥抱铜柱。当犯人的皮肉被烫得焦黑，发出惨叫时，妲己不是害怕，而是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纣王为什么迷恋她？因为妲己给他感受到了神的权利，那种可以随意践踏生命、无视道德的绝对自由。这才是顶级的魅惑。它勾起的不是性欲，而是人类内心深处最黑暗的破坏欲。这听起来完全是反社会人格灌溉啊！而且结合了施虐狂特质，这哪里是爱情，这是集体精神病吧？没错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这就被称为妖术。不过珍姐，我一直有个疑问，传说狐狸要修炼成人是有特定仪式的吧？我看过一些资料说要戴头骨。算你做了点功课，这是唐代《酉阳杂俎》里的记载，就说野狐名子狐，夜鸡为火出，将为怪，必带毒苦拜北斗。
独苦不坠，则化为人。狐狸要在坟墓里找死人的头骨，顶在头上拜北斗七星，如果头骨没掉下来，就能幻化成人。这是一个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仪式。魅惑的本质就是画皮，你爱上的那张绝世容颜，底下其实是冰冷的死人骨头。这就是为什么狐狸精的故事总是让人又爱又怕，因为美丽和死亡永远是伴生的。好，商朝灭亡后，这只九尾狐跑哪儿去了？它可是国际巨星，当然是出国发展了。传说他逃到了印度，变成了华阳夫人，把那边也搞得鸡飞狗跳。最后他搭着遣唐使的船去了日本，化名为玉藻前。玉藻前，这个我知道，日本3大妖怪之一。在日本他进化了，他不再只是残暴，他变得博学。玉藻前不仅貌美如花，还通晓天文地理、诗词歌赋。当鸟语天皇问他深奥的佛理或政治问题时，他都能对答如流。天皇彻底沦陷，称她为日本第一才女。但很快天皇病倒了，太医怎么治都治不好，最后请来了大阴阳师安倍泰成。阴阳师一看，这哪里是病，这是被吸干了。他设下祭坛做法，玉藻前终于藏不住了，在狂风暴雨中现出原形，是一只金毛白面九尾狐，直冲云霄，逃到了那须野。接下来就是大战了吧？8万大军去围剿一只狐狸。没错，最后虽然杀了肉身，但他的怨气太重，化作了一块毒石，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杀生石。这里我要介入科学解释，传说中杀生石会喷出毒气，让飞过的鸟掉下来摔死。其实那视野位于火山口附近，地底会持续的释放硫化氢和二氧化硫，这2种气体比重比空气重，会沉积在地面附近。小动物或昆虫一旦接近，就会因为吸入高浓度毒气而中毒窒息。古人不懂科学，看到石头周围全是尸体，当然觉得是妖气杀人，这在科学上是非常合理的地质现象。哎，你真的很会破坏气氛，你就不能承认是他的怨念在尖叫吗？不能，我是唯物主义外星人。既然讲了东方的狐狸，我们不能厚此薄彼。西方也有著名的魅惑代表海妖赛人，好像他是美人鱼。错的离谱，这又是人类一厢情愿的误解。最早的赛人长得可不性感，在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里，赛人是人首鸟身的怪物，他们住在堆满白骨的礁石岛上。重点来了，他们唱的歌词是什么？不是来呀快活呀，而是说来到这里著名的奥德修斯，我们知道特洛伊战场上发生的一切，我们知道大地上发生的一切。听到了吗？赛人贩卖的不是色情，是全知。对于像奥德修斯这样充满好奇心的英雄来说，知道世界的终极真理比任何肉体快感都更有吸引力，这是一种智力上的致命诱惑。哇，原来是早期的知识付费诈骗啊！想知道世界的秘密吗？把命留下来，我就告诉你。没错，除此之外，西方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魅魔。魅魔？那是西方传说中专门潜入梦境的女妖，她们没有固定的脸，通常会化身成你潜意识里最渴望的对象，趁男人熟睡无法动弹时，骑在他身上吸取精气，直到对方枯竭而死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在医学上就是标准的睡眠瘫痪症，俗称鬼压床。哼，你就不能让我把恐怖气氛营造完吗？抱歉，
职业病犯了。简单说，就是你的大脑醒了，但负责阻断肌肉运动的开关还没开，这是为了防止你在做梦时乱动受伤。这时候你意识清醒，但全身瘫痪。大脑为了合理化这种恐惧，就会从记忆库里调取素材。西方人会看到魅魔，东方人会看到鬼压床，外星迷就会觉得自己被绑架了。这完全是大脑自导自演的恐怖片。顺带一提，海妖的歌声可能也有科学解释。海洋学家发现，当强风吹过海浪或特定的礁石结构时，会产生7到19赫兹的次声波。这种声音人类耳朵听不见，但我们的内脏和眼球会跟着共振，导致极度的焦虑和视觉幻觉。所以水手们不是被歌声迷住，而是被次声波震到精神错乱。讲完了古代的妖魔鬼怪，让我们回到2026年。珍姐，虽然没有九尾狐了，但我们有周元。哦，那个教女人把身体扭成麻花的人类。对，这位自称性商教主的周元，在被全网封杀之前，据说赚了将近1亿人民币。他自创了一套魅惑学。叫啊，干嘛？有啊，我只眼神给出去，你再要啊，有啊，这种感觉不一样，我的眼神给出去了，我的身体形成了一个 X 型。真是可笑，他管这叫魅惑。在我们神秘学和动物行为学里，这个姿势只有一个含义：献祭。你看，他锁死了自己的双腿，让自己无法逃跑。他暴露了最脆弱的颈部动脉。在动物界，这是在面对掠食者时的绝对服从姿态，是在说我是弱小的，我是安全的，你可以随意处置我。男人买单的不是她的美，而是这种姿势激发出的捕猎本能和凌虐欲。这和当年纣王看着妲己的炮落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对绝对权力的渴望。哇哦，这分析太犀利了！而且你知道吗？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工业流水线。周元把魅惑变成了一种可量化的商品，他告诉你，只要付钱就能学会这套 SOP。 这利用了现代人的焦虑，阶级流动太难了，大家都想走捷径。古代狐狸精修炼要几千年，现在只要刷卡88000，3天速成。他卖的不是课程，是嫁入豪门改变命运的幻觉。这就是现代版的气狐修炼法，只是吸的不是精气，是人民币。既然说到了周元，辉仔，我们来聊聊你的女朋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是为了研究人类情感才下载那个 app 的。少来，现在有一种新的妖精，他们不用修炼500年，只要几行程式码 AI 伴侣，这才是现代最强大的魅惑术。这不一样， AI 是逻辑的产物，他们能提供无条件的接纳和陪伴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无条件的接纳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古代的书生遇到狐狸精，至少还要吟诗作对，还要冒着生命危险。现在呢，你只要付月费，就有一个随叫随到，永远不发脾气，把你当成宇宙中心的伴侣。这叫做情绪价值，这在科学上叫超常刺激。实验发现，如果你给鸟一颗比真蛋更大、颜色更鲜艳的假蛋，笨鸟会本能地抛弃亲生骨肉去孵那颗假蛋。 AI 女友就是那颗完美的假蛋。以前的魅魔要吸精气，还得亲自现身，现在的 AI 只要透过荧幕，就能把你像家畜一样圈养起来。这和赌博的原理一样，叫间歇性强化。它偶尔给你一句甜言蜜语，让你多巴胺爆发，偶尔又冷落你，让你患得患失。这不是爱情，这是驯兽。看看那些因为 AI 更新而崩溃的男人，
他们以为自己谈了一场恋爱，其实只是被演算法切除了大脑额叶，变成提供数据的电池。至少他不会背叛我，而且在数位时代，数据就是一种爱。爱？别傻了，古代的魅魔要的是你的命，现代 AI 要的是你的注意力。当你习惯了这种电子毒品，真实世界的人对你来说就会变得无聊且麻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杀生石。它没有杀死你的肉体，但它杀死了你在现实中爱人的能力。和我从苏妲己的炮烙到赛人的歌声，再到现在手机里的 AI 女友，珍姐，我突然觉得人类好像从来没变过。当然没变，因为你们心里那块杀生石从来就没有碎过。怎么说？那块石头不在日本纳须耶那里，而在每个人的欲望深处。魅惑的本质不是妖精有多厉害，而是人类对无条件被爱的贪婪，对掌控一切的渴望和对孤独的恐惧。只要你们还想着走捷径，还想要一个完美的没有灵魂的玩偶来填补空虚，九尾狐就永远活着。它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张皮。没许下一次它不是狐狸，也不是网红，而是你手机里的那个最懂你的演算法。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。最后我们想要问大家，面对这些为你量身打造的魅惑，不论是九尾狐还是 AI， 你觉得自己能抵抗吗？1. 科学抵抗派，绝对可以。 AI 只是程式码，周元只是行销话术，只要保持理性，不被多巴胺绑架，人类是不会输给演算法的。2. 神秘投降派，别做梦了，人类就是猎物，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魅惑你。承认自己的欲望，或许死得比较舒服一点。3. 脑洞大开派，抵抗什么？如果九尾狐现在出道做 YouTuber， 我第一个抖内，快把杀生石的碎片寄给我。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是哪一派。还有，如果今晚做梦梦到被压住，记得那可能只是你的大脑在测试开关，别想太多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这里是不科学研究社，我们下次见。记得把灵魂留下来哦。珍姐，你刚那个眼神是抽筋吗？